大都督，都送走了。魏国夫人登车的时候十分不舍，哭得很是伤心，说是要与大都督一起留在潼关。属下劝慰夫人，照顾好公子，等此间战事一了，便接他们回来。此番镇西军和崔家军联手，这一战乃是存亡之战。便是事了，恐怕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失去了！一二三！大都督，镇西军联手崔家军攻进来了，我们护送您先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，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从西长京出来，败走潼关，如今再出潼关，还能去往何处啊？大都督，镇西军与崔家军联手，敌人数倍于我们。若仗着潼关知县，还可以守一守。可如今镇西军不知从哪里入的关来，这如何守的？趁着两军混战，夜色昏暗，大都督，走吧。想当年瀚海之战，可汗将士10倍于我军，我率军拼死抵抗，血染战袍，差点丢了一只胳膊，还不是大胜而归吗？城中将士数万，还在力拒抗敌，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？我不走，将太孙带来。是。孙清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剑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德尔普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
昭告天下，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位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你呢？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静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孩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石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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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石七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石七郎，不可！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！好啊，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石七郎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别惊他了！石七郎，杀进去！石七哥，不可！不要，石七哥！不要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不要！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余孽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我是孙。
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，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子怎么样了？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十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。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十七郎，起来，走。先忍一下，
十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捡走呢？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诈孙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固然是最好的结果，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十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诸词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也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哎呀，这又何必呢？连送都不送一下，这会儿站在这儿看着空地发呆。哎，谁说我在看空地了？我在看2边山势。哼，现在看不看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啊，一会儿等你这心里空落落的，你就知道滋味了。哎，来，昨晚派出去的人。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啊，这个树林里是有些痕迹，但看不出什么。那些人行事啊，还是非常谨慎。对了，会不会冲着崔小姐去的呀？我听说这个崔小姐病还没好利索呢，走的时候都坐着马车走的。你不去护送？不是冲着她，8成是冲着我来的。再说了，她被大军拱卫。他父亲又派了精兵来接应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哼，我说你啊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不去追啊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还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。潼关已定，大军也该返京了。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上有2只孤雁。一只向南，一只向北，好生可怜啊！不知道它们还能不能飞到一块儿。这位崔小姐，我服。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。你们说说，皇上要把崔小姐嫁给齐王，他多聪明啊！主动上书，说自己啊要在皇子中选一位，这不就明摆着吗？她要嫁给我们17郎啊！就是啊！哎，17郎，你总得向他表示表示吧？啊，得表示一下。要的。他只是说要从皇子里面选一个，
又没说是我。哎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人家一个姑娘家，难道要指名道姓说嫁给你啊？她不想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啊，对啊，她不想嫁给你，她为什么要上这道奏书呢？对呀，是啊，石四郎，对，娶崔小姐，两全其美，是吧？虽然这个崔小姐呢，她平时为人确实有些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她是崔乙唯一一个女儿，那以后整个崔家军就是由她的夫婿来管辖。那咱们说这种好事儿，她能让给齐王吗？不能。对呀，不能。但是兄弟们，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崔小姐对咱们17郎本来就颇有情分的。我觉得小裴将军说的特别对。哎，耳朵，这回你可是高兴坏了吧？啊，崔小姐嫁给我们17郎，这桃子姑娘自然就到我们王府中来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不也就双宿双飞了吗？双宿双飞啊！哎，石七郎，崔小姐这嫁妆起码得有300台吧？得有。那咱们的聘礼也不能少了呀。是啊。哎，俺们村里的规矩啊，这聘礼得有一对大雁，是新郎官亲手射的。要不趁着天气好，俺们兄弟啊出城陪你射大雁去。哎，对，那要是石七郎自己没射着，那大雁让我们射下来了，算不算？当然不能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新郎亲手射的。哎呀，当然得算了，我们是17郎兄弟，是家人，家人射的为什么不算？不能算，能算，不能算，能算，我说不能算，不能算，就是不能算，不能算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，别争了，别争了！我说跟你算。石七郎，新郎官，你别走呀！什么时候射大雁去？俺们兄弟好准备弓箭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说阿英上这道奏书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她并不想嫁给齐王，所以才婉言谢绝。因为她只想嫁给李逆。阿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她一片痴心，她难道一点也看不到？公子，校尉他其实……他一定是因为我接了结说的兵，所以才恨我。恨就恨吧，反正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我慢慢劝他，他迟早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和阿莹要去的地方，山清水秀，阿莹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和她就在那儿，过着逍遥又自在的生活。阿莹喜欢吃的点心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只要我和阿莹到了那儿，就再也没有人打扰我和阿莹了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有喜讯啊！什么喜讯啊，让你这么高兴？崔小姐派人来了，约你到城外相见。我就说嘛，崔小姐肯定是找你来商量这个定亲的事儿。你们俩啊，情投意合，此番崔小姐又主动上书皇帝，哎，人家一姑娘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管你们俩以前怎么吵架赌气，这回见了面啊，你可千万要和好如初啊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来。哎，石七郎，你怎么了？他若是选我，自不必决。既然约决，只怕是永不歇。
还是那么美啊。韩颖，当日在潼关，你让我们各自想一想。大将军上了奏书，我原以为你是不愿意嫁给齐王的，才被迫上那道奏书。世事如棋局，无一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免会遭人觊觎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心里自然是愿意的。那你那2个兄长会乐见其成吗？我说过，我无意与东宫楚围。我会寻回太孙，让父皇立太孙为储君，兄长他们就再无指望。你觉得你那2个兄长会甘心让太孙被立为储君吗？如果太孙一旦入主东宫，他能活过1年半载吗？有我在，我就一定能保太孙在东宫平安。就算你可以在朝中处处保护太孙，可是你能担保就万无一失吗？你是秦王，又手握兵权，到时候你的2位兄长告陷你和太孙谋朝篡位，你又如何自辩？难道你为了清白就自恃兵权？那太孙又有谁来保护呢？就算你可以带着太孙回到劳兰关，可你那糊涂的父皇被人挑唆之后一指令下，命你自裁，到时候你是遵旨还是不遵旨？等你陷入绝地，那太孙又如何保全？17郎，这一局真龙，我已经处处替你谋算过了，皆是死局。唯有你自己入主东宫，你才能有条活路。我不相信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险恶？那过一段时间，殿下也许自己就会发现，人心到底有多复杂，到底有多险恶。所以你今日约我前来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？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特别有本事，还非常聪明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虽然第1次见面我们就大打出手，第2次见面我就把他踹到井里去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喜欢他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喜欢别人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我心里很肯定，我是喜欢他的。无论他是劳兰关的17郎，还是秦王殿下，无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？殿下回去吧，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如果我不做太子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嫁给我？
如果我说是呢？殿下心里会不会好过一些？十七郎要是娶了崔小姐，那就会留在京都，那你应该也会一起留在京都了吧？那可不一定啊。这为什么不一定？那崔小姐都留在京都了，你还能去哪？也许我们家大将军不愿意把我们家小姐嫁给你们秦王呢。那不可能，你们大将军不都已经上了奏书了，让你们崔小姐自己选一个皇子，这不摆明着，他一定会选十七郎来做夫婿吗？而且他们今天约定见面，不就是为了商量婚事吗？哎，奇怪，我们家小姐跟你们秦王商议婚事，这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桃子，干嘛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嘛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你们家秦王怎么突然骑马离去了？小姐还在那儿呢。殿下，殿下，新王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新王府昨夜走水，新王妃轰了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怪不得信王府竟然会突然走水，我可怜的嫂嫂连同所有的婢女仆人一个都没跑出来，全部葬身火海。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我们安插在信王府的内线，竟无一人逃出来，觉得此事蹊跷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探出来。王妃的院子似乎有些不对，当天的救火也有所拖延，此事定然是故意纵火，绝非意外走水。只是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
真没想到，信王府后面这么大一片院子都被烧成了白地，王妃和满院子的丫鬟仆役就没一个人逃出来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王府是有规制的。信王府是从前老晋王府旧宅修整而来，梁柱用的都是金丝楠木，木质十分坚硬，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旁边院墙的砖却一点都没有熏黑。昨晚还下雨，信王府却救火不及，这种种都不对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一定是纵火，或是浇了油，或是用了助燃之物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既然是纵火，那么大嫂的死就另有因情。能在王妃后院纵火，又能操纵仆役，恰巧前2日我还去求大哥，让他帮我求娶崔氏女。哼，还能会是谁？殿下是说，此事是信王所为？我这大哥竟敢烧死自己的结发妻，他这明显就是冲着崔乙上书择婿一事来的。如此一来，他定是也要争一争这位崔氏女，不会再帮我了。殿下，这不正是咱们的机会？你说的对啊！如果让父皇知道的话，大哥就不能求娶崔氏女，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殿下英明。我相信过2天，三弟也会对此事起疑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的帮一帮我这位三弟。毕竟当年他对大嫂的感情可是最深厚，他最是敬爱大嫂。如果让他知道是大哥害了大嫂的话，他一定会奏报父皇，父皇就一定会彻查到底，到时候我大哥就倒大霉了。这个信王好狠呢！你觉得是信王下的手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那可是天家，父子相残，手足互枪，就算杀死结发妻子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阿爹，我想去西长京。你去西长京做什么？信王杀发妻，就是想娶我。那我都要看看，他跟这个齐王又会如何相争。你其实是要看看秦王会如何吧。小姐，咱们今日又要去秦王府看望奶娘啊。崔乙上书，要替女儿从皇子中择婿，这道奏书十分古怪。那古怪在哪里？我曾经见过这道奏书的抄录原文。若崔乙上书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必然是另外一番措辞，文字间也可以有所暗示，但偏偏没有。若崔乙上这道奏书不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这其中可能就有另一番打算了。所以小姐今日才要到秦王府去。今晨看着秦王进城，似乎淋了一夜的雨。他是一个飞扬洒脱的人，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副模样。想来是遇到了极大的变故，这变故或许与崔家那封奏书有关。十七郎，我暗中追查下来，发现信王府并没有什么异样，特别是菜油、麻油、干柴、木炭等物，和往日的用量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我也查了历年历月信王府在油铺还有炭铺等处的账目，对着厨房还有柴房进行了清查，都没有什么不对。这要说没有助燃之物，怎么会烧成那样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查了府中的仆役，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十七郎，
看婉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下次要来，派人来叫我一声，我过去便是。这几步路啊，我还走得动。婉娘特意去香积寺啊，求了一部住持大师亲手抄写的心经，据说供在往生人的牌位前，最是能积福消业、积攒功德。今日特意送来，让你供在刘娘娘灵前。谢谢。奶娘，我帮您插吧，您小心火烛烫到手。怎么了？刚刚我没留神，不小心将绣像烫了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可真是我的罪过呀！没事，一个小孔洞而已，顾小姐不必自责。这可是刘娘娘的绣像，都怪我不谨慎。小姐，既然烫坏了一个小洞，把它补上不就行了？你那么心灵手巧，上次那柄白丸扇被我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就在上面绣了一只蝴蝶，可精致可美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殿下，就让我把绣像请下来，好好织补一番吧。侍七郎啊，你快点把它摘下来，让婉娘在这儿织补了。那就麻烦顾小姐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婉娘只是亡羊补牢罢了。殿下，韩将军，该喝药了。谢殿下。韩将军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其实，自从救出殿下那一刻，我便觉得这些伤早就无碍了。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韩将军。当时我被孙静掳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死也要死得有气节，不能丢了我们李家子弟的脸面。没想到还能获救。那日救下太孙后，我们走投无路，幸得秦王手下寻到并告知萧妃娘娘，娘娘让我们在这里暂住些时日。京中形势复杂，崔家携兵权自重，威势一如之前的孙敬。陛下虽是太孙的叔父，但身边却也有小人。姓王、齐王都是心上的亲生儿子，他们会如何看待殿下？还都暧昧未明。此处可还住得惯？私塾里每日进出的孩子多，咱们藏在这里啊，不会引人注意。这里很好，
昨日听到读书声，觉得甚是心安。一直听说私塾，如今到了这里才知道，私塾原来是这样啊。殿下喜欢读书，这是好事。我想多读书，多学本事，这样母妃见到我的时候才会觉得欢喜。我比之前长高了，也要比之前多学一些学问。都怪我不谨慎，这种丝绸最是易燃，香头碰上去就烧坏一个洞，连里面的金线都烧断了。这种真金线一触上去，断了就缩成小小一颗，又不像丝线可以重新接起来，只能整根抽出来重新绣。怪不得你让我命人去拿这种金线，没想到小小的一捆，掂起来这么重。丝衣处取来的金线乃是上好的金线，自然分量十足。说起来，先帝几年前曾下令，天下人尽穿绣金衣，诸人自然不敢违令，所以他们就把金箔贴在丝绸上，这些就不算绣金衣，而是贴金衣，也不算违令了。近几年来，京中很是流行呢。殿下，你刚说这种丝绸最是易燃。是呀。那若是很多很多丝绸放在一起，岂不是犹如油坊一般易燃？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京中绸缎铺子的库房外都砌了高墙，以大缸囤水，就怕左邻右舍走水了，那可真就付之一炬，抢都抢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刚还说京都里都穿贴金衣，都在丝绸上贴金。对啊，虽然只是薄薄一层金箔，但贴上去光滑灿烂，十分好看呢。真金线一碰到火就会缩小成一颗，那么真金箔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顾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一桩要紧事，要与裴元说，先告辞了。石七郎，从西王府后院挖出来的泥土里面怎么会有小金珠呢？去查一查，信王府里近日有没有大量采办贴金绸缎？贴金绸缎？还有，信王那些亲信们也都给我查一查，有没有同样采办贴金绸缎？好。公子，密探来报，校尉只带了一队人马，往西长京这边来了。他要进京，看着也不像，行得很慢，倒像是在等什么。他是在等李逆吗？他一片痴心，李逆怕是要辜负了。李逆这个人，真是迂腐。事到如今也不敢对阿莹说一句“我想娶你”。信王、齐王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肖像阿莹？公子，要不要出手教训一下他们？不必打草惊蛇。是。阿莹既然从洛阳出来，也是好事，起码脱离了崔家军的大队。否则，我们难以下手。已经派了人暗中跟着校尉，选一个好的时机，再偷偷布下迷阵，
不能让崔姨轻易察觉。明白。全部都查清楚了，确实就是信王想害王妃。信王以才艺为由，命人将大量的贴金绸缎送入了王妃的厢房，纵火助燃。而且走水的那天晚上，也是他们故意耽搁救火。其中还有一人招供说，他们在王妃还有丫鬟仆役的食物中投下了迷药，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有醒来，全部被活活的烧死灭口。李娟，李娟，她怎能如此狠毒？她怎能如此狠毒？大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患难夫妻。现在虽然是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都有了，就差迷药的出处还没有聚到人证。这个信王确实是令人齿寒。但是十七郎，你真的打算在陛下面前告发他吗？等王妃去世后，只有大嫂关心我、呵护我。她死得如此冤屈，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替她讨个公道。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秦王呢？陛下，秦王说有要紧军务，一早就出城了，赶不及朝会，让臣给您告假。哼，成天军务的，就好像他一个人有事儿似的。陛下，崔乙上书愿将女儿嫁给皇子，臣以为此事宜早早定夺。这总不好去问崔乙，齐王跟秦王到底要把女儿嫁给哪一个？陛下，信王新官，信王也可以迎娶崔氏。卿说的有道理啊。陛下，信王妃刚刚允了不多时日，儿臣真的没有心思续弦。信王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呐。有情有义之人，又怎会行谋害结发之妻、灭绝人伦之事呢？陛下，信王先是给信王妃和伺候王妃的人下了迷药，又在王妃屋子里堆满了绸缎助燃，故意纵火，假装走水，活活烧死了信王妃和满院子的人。你血口喷人！李逆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陛下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儿臣今日一早出城就是为了追查此事。运送绸缎入府的人和下迷药的信王亲信皆已被我捉拿，信王亲信数人的口供连同人证物证已经一起送往了大理寺。陛下，他血口喷人呐！儿臣没有，儿臣真的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！父皇，请为我做主啊！那些人证都是你府中之人，不少是父皇指派，从小跟着你的人。俊儿啊！父皇，儿臣真的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什么？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王妃多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！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！他能摆出那么多人来陷害你，其中还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的心腹，你以为父皇傻呀？陛下，
信王此行悖逆人伦，谋害结发妻子之事，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把这个逆子拖下去，关在信王府里，不许出府门半步，让他日日夜夜为信王妃念经祈福，消除他做的业债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儿臣真的没有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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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。夫妻百人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竟然能对嫂子下毒手。夫妻打架，兄弟争田产，在我们乡下也没少见过。谁知道在这京城，有人竟然会为了争权夺势，杀了自己的婆娘，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嫂子刚嫁过来时，王府里就我最不受人待见。她知道我自幼丧母，一直对我很好。如此心地善良的一个人，大哥也能下得了手。来西上京之前，还想着这京都热闹，好多见见世面。谁知见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不来。哎呀，现在好怀念牢南关那个破土堆啊！那个时候，咱们兄弟们整天苦哈哈的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吃口那个白面饼子，大家都要争来抢去的，可日子过得快活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真心快活。石七郎，这京都人心叵测。你说过，将来咱们要回牢南关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有事情没了，待一一了之，咱们便回去，再也不用理会这京都中的勾心斗角了。走吧。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牢蓝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牢蓝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石七郎，桃子传信来，说崔小姐等着，乐娥园相见。阿英，你能直接上书，嫁与我吗？石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
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那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，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。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